周姑娘，请你用南刀招式出3招，我以北刀来应对。请。怎么突然之间，阿斐的状态就变了？因为在阿斐的眼里，他刚才已经被断水缠丝一刀两断了一次。外面的遮挡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，最后恐怕还是需要周姑娘出手相助。此地空间狭窄，他们人数再多，也难以一拥而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青龙主最擅长以强欺弱，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，必然会亲自动手，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。你所能倚仗的，就是绝代刀术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看一看这绝世的杀术。在这1宿时间内，若你能在此刀下走上20招，青龙主一时半刻奈何你不得。再来。主人，左面通道没有发现情况。主人，右面通道没有发现。主人，我们也没有发现。难不成他们会在山洞里面消失了吗？去把顺风锁给我叫过来。得令。为什么不出招？因为除非与你对阵的人功力远逊于你，否则你刚才那一招要是变不过来，不是兵刃脱手，就是伤了自己。连你都看出来了？季前辈，方才是我口出狂言了，请多原谅。哎，季大侠，您说的一时半会儿，到底是要多久啊？是一顿饭、一盏茶，还是1个时辰？要是1个时辰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给大伙买几个棺材，还能便宜一点。说什么呢？一边待着去。谢公子，这个还真的不好估量，也许一盏茶，也许就是1个时辰了。谢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想劝劝阿斐啊？这个丫头片子，耐心就2张纸那么厚，我要是再说下去，就是喋喋不休的讨人烦了，要被她在心里踹飞2里地了。阿斐虽然脾气不大好，但是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，你别这么说他。软化别人是不行，这要是来硬的，可就不是2里地那么简单了。哎，阿斐，阿斐，阿斐，啊，我还要带吴小姐走呢，万万不能待在这里。她现在不听我说，你来跟她说。阿斐，我跟着你，你留下来我就留下来。吴小姐，穆小乔什么样，你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嗯，我见过啊，而且这个青龙主应该也不会太差。怎么了？此人为4象山主人之一，
就说明他除了武功以外，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手段。他一旦顺着这个密道过来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对付得了的。落到青龙主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我不吓唬你，你自己想。楚楚，你跟谢大哥先走，这里交给我跟纪大侠就行了。我以为一个人最难的，未必是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应该先知道轻重缓急。什么时候应当一往无前，什么时候应当视死如归，什么时候该谨小慎微，什么时候又要暂避锋芒，都要心里有个数。该勇时优柔，该退时发疯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君子不合时宜的道理。姓谢的，你是在指桑骂槐吗？我只希望我指的人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家再好好练练刀吗？只是像青龙主那样的霸主，必须早死。谢公子眼光独到，看得出来精通不少兵刃，可有专攻过刀法？惭愧，在下专攻的只有一门，就是如何逃之夭夭。单刃在前是刀，双刃是剑，刀乃百兵之胆，因为有刃的一侧永远在前。不错，只要不是自己抹脖子。若是没了这点精气神，什么断水禅丝，还是破血，都成了凡铁蠢物。我就是前车之鉴。破血刀有劈山撼海、横切天河之势，如今当斩之人近在咫尺，他杀心已起。你若此时劝他退避，想必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此时的无能与怯懦。纵使他能够活到7老80，那他在刀法上的成就，恐怕就止步于此了。不用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要是真怕死的话，早就离你远远的了。我说错话了？我当你是平生知己，你却当我怕死。纪大侠的搜魂针凶险，我替你把关护法。谢谢。现在就指望你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铜锣阵，周姑娘，时间不多了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
阿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其实，如果几前辈武功没有废的话，阿斐倒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他的武功杂而不精，与人交手时也颇有极致，常常能出其不意。尤其是跟那老道士学了浮游阵之后，他这千变万化的风格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即便真的遇上青龙主，也能周旋几拳。可关键就是，他与几前辈并不是真刀真枪的动手。不是真刀真枪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文斗，在外人看来，可谓是又平和又无聊。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两个人在比划什么，但是对刀法和剑术的要求却是极高。因为在武斗时，灵敏、力量、内外功夫，甚至心态，都有可能会影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阿斐坐在这儿文斗，会限制了他的发挥？是啊，眼下几大侠就坐在下面，阿斐不能围着他上蹿下跳。首先浮游阵法就使不出来了，而且他也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招数去对阵断水禅丝，他只能用破血刀一招一式的与他你来我往。这确实也是为难阿斐了。几大侠是北刀的集大成者，虽然武功已经废了，但一点一动俱是步步惊险，能轻易将人卷入他那看不见的刀锋中。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阿斐可不可以成功？他又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？主人，找到了。阿斐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周姑娘，刚才你完全接下了我5招。刚刚在刀与刀接触的一瞬间，我好像摸到了山势的精髓，以极薄撬动极坚，以极幽微撬动极厚重。虽然山势破血刀的第一式我早都已经学会了，但是直到刚刚被前辈激发出来，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领悟到了。可以啊，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悟到了上乘武学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资卓越。还有，我刚刚还在想，9式破血刀平时都是排着队的，但我是不是可以将这2招合并在一起用？据我所知啊，单刀的时候，你向左砍就没有办法向右劈，因此2招并作一招肯定是不行的，除非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才能改良招式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我忽然发现，每次我辅以不同刀式的时候，我体内的枯荣真气仿佛都是在提点我刀中之意。李老寨主的刀意落在无锋，李大当家的刀意落在无匹。姑娘，那你的刀意呢？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刀似水，刀断不了水，那我又何苦每次使出蛮力来对抗北刀？被北刀以柔克刚，反而消解了我破血刀的劲道。我要落在无常。不愧为南道的传人，周姑娘，你在武学上的悟性极高。我看青龙主应该很快会到，不如趁热打铁。好。
知道别人习武练功是为了什么。有的人呢，可能是奔着开宗立派去的；有的人，可能终生都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天下第一。但阿斐这里，阿斐对武功有极强的兴趣，但对天下第一的称号根本不在乎。是啊，他争强也好胜，但这争强好胜的心并非十分执着。这说起来，倒有点像五柳先生，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谢公子真的很懂阿斐。不好，听这个声音，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再等等看，不一定能找到这里。他们两个这时还需要多久啊？以他的悟性，倒也不难，只是这周围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的破锣声，很容易扰乱他的心神。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扛得住。他们好像走了，看来我们那个假胡同骗过了他们。也许吧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好骗。希望还能再撑一会儿。你们太小瞧他们了。青龙教的人耳朵比一般人好使得多，你们这么小声说话，跟在他们面前说话没有什么区别。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小子还活着呢，等会儿把你交给主子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我们先收拾了这2个人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可想好了啊？真要动手？什么想好想不好的？你们可真想好了啊？不要逼我动杀招啊！杀招？哼，我倒是听听你怎么杀。我本来呢是心怀慈悲的，把这个洞口堵上，不想让你们来寻死。结果你们倒是真挺会寻死啊！等我把你舌头扯下来，看看你还敢不敢这么说。切，你们不就会点阵法吗？其实这种阵法啊，非常的不堪一击。这种阵法内含5行生克变化之力，一人击锣，引致敌方进攻，自示弱点；其余4人绵延而上，这5人互为手谕，又与其他组互相交换，因此变化无穷无尽。哼，知道此阵法的人多的是，这算什么？但知道破绽的人可就不多了吧？破绽？你不可能知道。就是站在前位的金，如果金不稳了，其余4人也就不灵了。臭小子，是你告诉他们的，是你破坏的东西。我凭什么告诉他们呀？我跟他们又不是一起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还被他们点着穴动不了呢。殷公子，我们是不是一起的不重要，可如今我们只能是一伙的了。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们死了，你跟青龙主待了那么久，你明白他的为人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你还不是死路一条？
就算你知道了克铜锣阵的法子，可你的武功够吗？好啊，那就来试试。退下。是。等你们一宿了。有些胆色，我看你的刀法像湖香一路，实在笨重的很，不适合貌美如花的小娘子。我方才又琢磨了一下，还是觉得杀你很可惜。这样吧，你要愿意跟着我，你以前做过的一切，在我这儿都能一笔勾销。哦，是吗？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进来出去，都有人周到的伺候着。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，金玉珊瑚随便带，总比你现在这寒酸的样子强吧？那我杀了你的人，破了你的破罗大阵，这也能一笔勾销吗？跟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比，都能一笔勾销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呸！我就喜欢脾气暴的。你们这帮人真够可以的，居然派一个小丫头去对付青龙柱。你们是不知道这青龙柱有多卑鄙，太自不量力。断水禅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那个自身难保的老家伙竟然还教了你2招。不过可惜啊，在我这儿现学现卖可不行。对付你这样的废物足够了。臭丫头，方才竟然虚晃了2招。我还记得第一次与你交手的时候，你不过是个虚张声势、虚晃2招就会逃跑的生手。这没过几个时辰，真让我刮目相看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又改变主意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凭谁见了都要毁掉，绝不能再让你练上10年8年的功夫。哼！你叨叨到现在，就这么一句听着最顺啊。杀了你，还用不着我10年8年。猖狂！
小心，他有贴身护甲。怪不得我砍不动，我还以为他刀枪不入呢。要不是他那破护甲，我早就把这老家伙的胳膊给拧下来。干什么？帮你。帮我什么？挡刀啊！小白脸，看戏看够了。当年蓬莱有一巧匠，据说双手可以点石成金，打造出许多神兵利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暮云纱。据说此物通体皎洁，不沾烟火，在暗处时，仿佛一片涌动的月光，入手极轻，穿上它便可刀枪不入。据我所知，这件暮云纱乃山川剑殷问兰为其夫人所定做的。阁下穿在身上，不觉得有点紧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有点好奇，既然殷家的东西都在你手里，你为什么不是第二个山川剑呢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无所不知。海天一色。那3寸不烂之舌是用来拖延时间的，不是用来作死的。哎，青龙主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着急。海天一色这4个字，哪个是你的仇人？改天告诉我一声，在家保证不提了。臭小子！知道他舍不得杀我。你干嘛？吴小姐，你先退到一边，小心伤着。好。你不是已经废了吗？哼，你认为北刀已废，所以你才如此高枕无忧是吗？郑罗生，这些年来你在武学上毫无长进，看来也不是没有缘故。哼，不愧是关外北刀，人都废了还能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正好，我正愁无缘得见双刀一剑到底有多厉害。今天我倒是要见识一下，我这些年没有长进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北刀能有多大的长进。有一事我先问明白，殷家老小死在你的手上，这没冤枉你吗？与你何干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殷文兰，那一代宗师，殷家庄上上下下上百口人命，就毁于一夜之间。这个与我相干。既然问清楚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纪云晨，别说你废了，就算你没有废，你也未必胜得了我。谁胜谁负，谁高谁低，这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今天我要取你性命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废了的北刀，能翻出多大的浪。殷少侠，如今你最想看到的，想必是青龙主死吧？谢公子果然聪明。如今这个局面，
胜负难定，不如我们联手。他那个针，回头再聊，就不告诉你。能不能换一句啊？先给他解决。放心好了，我既然答应结盟，言出必行。我一直以为杀气便要腾腾，一直到此时，我才发现真正的杀气，那是极幽微、极平淡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无处不在。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之道啊！留给几大侠的时间不多了，搜魂针起效之后，不会坚持太久。我此番打动干哥，就是为了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！阿呸！这梦魇杀真的不适合你。臭丫头，周姑娘。几前辈，搜孤魂上身，乘夜怪而去。搜魂针，又名大还针，是关外的一种秘法，能叫人一日千里，死灰复燃。无论是多重的病，多要命的伤，都能盖过。但是，起死回生，三可而止。周姑娘，在我临死之前，能与你过过招，将这断水禅寺传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已经不在意什么南道、北道。我记得尹大侠曾经对我说过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闯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几前辈，阿培，对不起，我能换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走吧。真的没有办法救了吗？上也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天地合，
乃敢与君绝。哼，这些文人就喜欢舞文弄墨，酸诗酸词，倒不如我挑遍武林高手，开宗立派来得爽快。天下第一眼行，半生沽名也罢。一切都随风。宁少侠，你杀了青龙主，又搭上了齐大侠，你的大仇得报了。那么10余年的养育之恩，又怎么算呢？人都死了，正合他意吧。你也在这海天一色吗？我殷沛要做的事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这东西是我殷家的，可是被这青龙主碰过，我就不会再要了。给你了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扔了它。少侠，楚楚姑娘，你就先留着吧。这一路上凶险万分，你又不会武功，关键时刻还能保命。留着吧。像几前辈这样的绝世高手，却只能隐姓埋名，英雄难寻。前辈初出茅庐，便一刀经世，今有幸得见断水禅师死而复生，我周飞铭记于心。前辈说，刀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。在此，我也向您许诺，断水禅师不断，我周飞必不负手中之刀。一锦时潇洒出风尘，惜如今一匹黄土尽掩之。纪大侠用尽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，无论如何，至此也是一笔勾销了。前辈的担当，晚辈着实佩服。希望来世，前辈还可以尽显风采，一展抱负。纪大侠，我们都知道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殷沛，希望他能够早日理解您的良苦用心，回到正道上，不负殷家的侠义之名。李生啊，有些事情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怎么不随你祖父和父亲学习破雪刀，反而要使双剑？我们48寨各路门派混杂在一起。小时候喜欢到处跑，看到什么就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就想学什么。那时候我觉得双剑应该会比单刀或是单剑更厉害，于是我就学习了潇湘派的双剑剑法。后来又想学男刀了，但是又不知道跟姑姑怎么开口，以至于现在的剑法没有那么厉害。你能够自省，也是难得。其实啊，什么祖传呐，什么门派呀，未必是最重要的。你是李征的孙子，不见得必须学会男刀；你是渔夫的儿子，也不一定非得学会打鱼。
这其中什么道理？你应该多问问自己。我发现你的剑法有点束手束脚，不够简单，就是因为你杂念太多，尤其是学习双剑，更需要有超越常人的专注才行。这些时日，贫道教你的那些剑法，希望你慢慢体会啊。您最近教了我一些阵法，什么时候教我剑法了？天下万物本是义理，一般说来，阵法就是剑法，剑法也是阵法，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贫道即将离开了，你也要保重。道长，要不我再多陪你几日吧？哎，不用。那道长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啊？云游四方呗。既然奇门没有了，那就四海为家。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时辰了，楚楚跟着我们奔波这么远，也不容易。其实，更不容易的是你。力战青龙主后，还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，实力不错啊。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？自然是夸你啊。哎，看来在下这夸人的功夫还得再练练，就看周女侠给不给这个机会了。哎，我给你一掌。这么用力啊！阿飞，啊，那边有个破屋，我们过去休息一下吧。嗯。得嘞，那我先去收拾一下这荒郊客栈。阿飞，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啊？你和谢大哥都是习武之人，我走得太慢，耽误你们行程。没有的事儿，别多想。阿飞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已经压制住了。是昆仑真气又来作怪了，我去告诉谢大哥。别，已经被压下去了，别让他担心了。哟，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哟，活儿干得不错嘛。哎呀，来坐，大侠坐。往后再挪一挪。哎，得嘞。阿飞啊，以后再遇上青龙主这样的对手，你可不能再这么莽撞了。那像你一样怕死吗？哎，原来我在阿飞心中是这般模样。我，阿飞，桥畔旧时霜累累，离人远行胡不归。这又是你的新作？嗯，新词。怕死令。我说错话了，你不怕死？阿飞，
你明知道打不过青龙主，为什么还答应几前辈那么做？我就是觉得，凭什么他们能饿得这么理直气壮，得意洋洋的呢？凭什么这帮恶棍能够堂而皇之的将20年沉冤贴在脑门上招摇过市，反而那些白骨已枯的好人却成了他们标榜的旌旗？这岂不是无数个敢怒不敢言给惯出来的？在下的这出新戏，却是一个逃兵的故事。逃兵有什么好讲的？嗯，英雄有什么好讲的呢？茶余饭后，不如聊聊贪生怕死的故事。行行行，有机会我周匪一定敲锣打鼓的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你谢允不怕死。哟，那谢您了。那你继续讲讲你那个逃兵的故事吧，我倒真想听听。他没逃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必能衣锦还乡，风风光光地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孩。可后来发现，朝廷不用他顶天，也不用他立地，根本没把他当人。他只是个诱敌深入的活诱饵，死在哪儿，任务便完成了。于是，他逃了。我以毕生功力，暂且将你所中之毒封锁在我的经脉中。此后你虽不能再使用武功，但请代替我好好活着。哎，然后呢？想什么呢？那逃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。可惜那个逃兵一路险阻重重，回到家乡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女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女孩是个水草精，已经乘着鲤鱼游走了。我歇够了，我去那边找点吃的。脉象不稳，定是两股真气又开始作乱了。那如何是好？衡阳有一个人能救阿飞，只是什么？你快说。这个人行踪不定，不确定他是否在城中。那我们也要去试一试。